第136章毒素瓶。虚弱的沙伦在怨魂史蒂夫的奸笑下，也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但他还是艰难地合拢了手掌，让那里散发的道道奇妙光芒瞬间中断，让那扇神秘虚幻的青铜色大门消失在了面前。克莱恩知道不好，忙强忍着头疼，退后一步，进入了火堆里。他的身影迅速消失，闪现至了另外一个方向，突然猛烈的爆炸于眼中。他刚跃了出来，寻求反击，却看见这暗红披风的中年男士史蒂夫并未追赶自身，而是停于原地，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克莱恩忽感心浮气躁，脑袋一阵眩晕，胃部阵阵痉挛。他飞快变得虚弱，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刚从奸笑里缓过来的马里奇也出现了异常，不断伸手抓着自己，似乎身上有难以遏制的瘙痒。他低喘着，用疯狂滋长的尖锐指甲抓破了衣服，在身上抓出了一道道白色的痕迹，并越抓越深，能看见红色一点点进出。沙伦跌坐在地上，却站不起来，他蔚蓝的眼眸渐渐失去了焦距，好像什么也看不到了。毒，他低声说出了这个单词。离他不远的怨魂史蒂夫看了眼他紧握着的手掌，对刚才那布满神秘花纹、充斥着无法描述味道的青铜色虚幻大门似乎颇为忌惮，竟没有莽撞的直接动手。他右手握着绯红满月般绽放清冷光辉的深红月冕，左掌从衣兜里取出了一个棕色的半透明的玻璃小瓶，哼了一声道：生物毒素瓶能随机制造不同的毒素，只要打开，它们就会逐渐弥漫往四周，不超过1分钟就会起效，之后症状越来越严重，等到4分钟，如果还未脱离布满毒素的环境，那相应的后果将无法抵抗，比如死亡。很可惜，我还以为杰森能支撑到现在。沙伦，本来你不会受到影响，灵体并不害怕中毒，但很遗憾，这里有深红月冕，你根本无法转化状态，或者你可以放弃坚持，让我认识到你潜藏的魅力。他状似悠闲的介绍着手中神奇物品的能力，似乎想等克莱恩他们彻底失去反抗之力后再动手。不过预先做了准备的泰尔却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在深红月冕影响下失去了理智的狼人毫不犹豫就展开了反击，合身前扑，手爪挥舞，撕扯起马里奇的身体。枪枪枪，指甲划破钢板的声音接连响起，马里奇身前的皮肤上终于出现了几道可以直接看见血肉的伤口。克莱恩捏了下额头，感觉那里已经开始发烫，但负面效果并不像怨魂史蒂夫说的那样严重，看来是不断净化和驱除着周围邪异的太阳胸针削弱了毒素。克莱恩突然嘿了一声：你想让我们毒发再动手？你以为我刚才为什么不用烟花，要靠炸药？这么多次爆炸肯定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注意，附近的官方非凡者即将赶来，你没有时间的。史蒂夫侧头看了脸部涂抹着油彩，难以辨认清楚长相的克莱恩一眼，忽然笑道：我忘了还有个可以轻松解决的小虫子，放心，教会的人来之前，你肯定已经死了。他话音未落，克莱恩突然抬起右手的左轮，射出了一枚净化子弹。史蒂夫脚步微移，已是横掠出去好几米，沿途之上残影留存。可是克莱恩的子弹却没有射向他原本所在的位置，而是打在了空地的最中央，打穿了泥土，打出了一声当的动静。灵性微风吹过，马里奇的活尸和史蒂夫的幽影们同时静止了下来。瞬息之后，他们疯了般的冲了出去，冲向了空地中央，就像一群到了饭点的恶狗。本该用诡异手法控制住克莱恩，轻松虐杀的史蒂夫先是愣了一下，旋即露出又疑惑又惊奇的表情。这还是他第一次发现自身驱使的死灵会无缘无故失控。与此同时，克莱恩啪的打出响指，又引爆了几处炸弹，又让不同的地方腾起了跃向半空的赤红火焰。他的身影迅速在这些火堆里跳跃，往着空地之外闪去。想跑！史蒂夫低语一句，正要虚化身影追赶目标，却发现那些活尸和幽影们挖出了一个方形铁盒，正抢夺着里面的物品。很快，一个幽影得手，身体膨胀开来，似乎有了智慧般的往着另一个方向飞走。原来是要以那件物品拖延我的行动，从而成功逃跑。哼，他还不够了解怨魂和深红月冕。史蒂夫暂时放弃了追赶克莱恩的打算，收起生物毒素瓶，身体陡然消失，浮现于了一处水洼凝出的薄冰上，然后依靠能拖出残像的恐怖速度2步来到了那巨大幽影的背后。史蒂夫眼中的阴绿光芒一闪，那幽影顿时就无声无息溃散了，
手中拿着的物品猛地往下掉落。其余活尸和幽影完全不顾上位者的气势压迫，争先恐后的抢了过来。史蒂夫愈发惊讶和奇怪，并且发现自己的灵性预感无法从那件让活尸和幽影们暴动的物品上得到任何启示。他身体前跨，左手接住了那件物品，那是一个暗金色泽的钥匙环，上面吊着一枚古老的精致的铜哨，而铜哨的旁边悬挂着一把形制古朴的黄铜钥匙。它们并肩而立，紧紧贴着，就那样躺在史蒂夫苍白的掌心。与此同时，史蒂夫右手的深红月冕正静静地散发着绯红吻辉，仿佛一轮缩小的满月。史蒂夫还未来得及泛起别的想法，一道微弱虚幻但非常诡异的声音就钻入了他的脑海里，撕扯着他的神经，剥离着他的头皮。啊！史蒂夫猛地惨叫了一声，直接从半空跌到了地面。他手里拿着的深红月冕和挂着铜哨和钥匙的圆环同时被他抛飞了出去。他原地挣扎着，扭曲着，身上鼓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凸起，里面或长出细小宛如婴儿的手臂，或流淌出腥臭的淡黄液体。这个时候，一丛火焰在燃，已经逃走的克莱恩跃了出来，挡在了深红月冕的下落轨迹上。他没有试图接住这件神奇物品，而是轻巧一拨，让它调转了方向，飞往虚弱瘫软的沙伦。史蒂夫痛喊的声音渐渐变小，深红月冕准确地落到了沙伦身上。沙伦的身影当即虚化，失去焦距的蔚蓝眼眸瞬间找回了神采。他右掌紧握，左手拿住那镶嵌着一圈暗红宝石的巴掌大小饰品，身体漂浮了起来。深红月冕能让持有者免疫满月的影响。沙伦不再虚弱，而灵体状态的他不怕生物毒素。此时，活石和幽影们又聚集在了一起，抢夺着串在一起的阿兹克铜哨和万能钥匙。克莱恩并未在意，伸出左手，抬起胳膊，指了那里一下。他胸前的太阳鸟饰品上，暗金光泽一闪而逝，一道强烈的、明亮的、神圣的光芒从天而降，笼罩了抢成一团的活尸和幽影们。昼光之中，透明的奇异的幽影们飞快融化着，消失着。一具具苍白恶臭的活尸则先是冒出黑烟，继而燃烧了起来，就像一根根蜡烛。等到昼光消失，那里已近乎空无一物，只有古老精致的阿兹克铜哨和形制古朴的万能钥匙串在变黑的圆环上，静静躺在那里。另外一边，沙伦没去管在狼人泰尔攻击下伤势逐渐严重的马里奇，而是依靠本身在镜子类物品间的诡异跳跃能力，来到了史蒂夫之前用过的那片薄冰上，然后迈了出去。他对着正蜕变为怪物的史蒂夫伸出了紧握的右掌，并猛地将它张开，让掌心对准了敌人。无穷无尽的光辉迸发而出，迅速交织成了那扇布满神秘符号和花纹的对开青铜大门。吱呀！让人牙酸的声音里，沙伦头顶的黑色小巧软帽被突然刮起的狂风吹掉了，梳得一丝不苟的淡金头发随之凌乱地披了下来。很明显，再次动用那件神奇物品让他颇为吃力。吱呀！神秘的青铜大门裂出了一道缝隙，尖笑声、哭泣声、喊叫声层层回荡。那一条条或长满牙齿，或没有皮肤的手臂争抢着伸了出来，抓住了身上脓包一个接一个裂开的史蒂夫，凸显出婴儿脸孔的青黑色古怪藤蔓和华丽虚幻的触手也相继缠住了这位序列5的强者。啊！史蒂夫再次叫了出声，脓包内流出的淡黄液体覆盖了他的全身，这让他勉强抵抗住了拉扯。他的脸上裂开了鲜红的缝隙，里面是黝黑如同隧道的孔洞。而这时，克莱恩已抬起左轮，瞄准了他。没有耽搁，没有犹豫，脸上做了伪装，戴着半高丝绸礼帽的克莱恩冷静扣下了扳机。砰砰，伴随着太阳胸针的闪烁，两道满是神圣意味的子弹准确命中了史蒂夫的脑袋。他们虽然没能打穿皮肤和骨头，但却点燃了璀璨的火焰，让史蒂夫变成了一根光亮的火把。啊！又是一声惨叫，史蒂夫被拉得靠近了那扇虚幻神秘的青铜大门。克莱恩一边将手枪转轮甩出，把弹壳倒在地上，一边拿出了装有那些非凡子弹的铁盒。与此同时，他再次把灵性灌注入了太阳胸针。2、1，一道圣洁无瑕的光柱于半空落下，瞬间打在了史蒂夫的身上。抓住这个空隙，克莱恩按照3:3的比例将净化子弹和驱邪子弹塞入了弹孔里，合上了转轮。他再次瞄准史蒂夫的脑袋，于暗金色胸针的闪烁里用力扣动了扳机。连续6下，砰砰砰砰砰砰。第137章，灿烂的烟花。
或流转淡金辉芒，或绽放灿烂光火的子弹，一枚接一枚的划破虚空，命中了怨魂史蒂夫的脑袋。得益于小丑对身体的控制力，得益于始终坚持着的枪法练习，克莱恩那6枚附加了进化之斩的子弹准确打在了同一片区域，和先前2颗相同的区域。他们就像来自光之巨人的拳头，一下一下又一下的捶着怨魂史蒂夫的左侧脸颊。砰砰砰的声音里，被怪异手臂和青黑藤蔓缠住，无法虚化躲避的史蒂夫，脑袋不断侧扬，身体阵阵颤抖，颧骨迅速凹陷了下去，并折断出白森森的尖骨。砰！最后那颗子弹彻底打破了那里，让这位序列5强者暗红色的鲜血飞溅了出来，让或璀璨或金色的火焰不断往内钻入，烧出了阵阵青黑色的雾气。那片神圣的光明里，史蒂夫的衣物被点燃了，身体迅速焦化，滴下了油脂。但是他还没有死。比起密偶大师罗萨哥，一种途径的序列5生存能力明显要强很多。不过受到重击的史蒂夫却再也无法对抗那一条条诡异拉拽的手臂，双腿难以遏制的前迈近乎飞了起来般投向了那扇青铜色的大门，投向了裂开的幽深缝隙，投向了一双双藏在黑暗深处的眼睛。就在这时，额头渐汗的沙伦猛然握住了右掌，虚幻微妙的光芒戛然中断，神秘到难以描述的青铜大门失去了存在的根源。他摇摇晃晃着，在史蒂夫进入前不甘地拉回了那一条条或长满牙齿或血淋淋的手臂，合拢了缝隙。哐当，大门关闭，飞快的透明了，消失了。史蒂夫前倾的身体僵硬在了原地，浑身焦黑干瘪，就像被烧了很久的那种干尸一样，甚至更接近于只剩下余火的碳化木棒。紧握着右拳并拖着深红月冕的沙伦身影飞快虚化，前迈一步，与史蒂夫重叠在了一起。克莱恩的灵视里瞬间失去了他的踪迹，但焦黑的史蒂夫却抬起双拳，猛地砸向了自己本就遭受了重创的脑袋。砰！他的头部变成了烂番茄一样的浆状物，乳白色的斑点先是往上喷起，继而落往四周，伴随而出的还有一道半透明的虚影，它迅速扩散开来，化成了巨大的水母一样的事物，里面有不真实的液体在摇晃，有一双惨白的眼睛在凝聚。沙伦被这诡异的东西逼了出来，重新浮现于旁边。他豁然往前探出左手，口中发出了无声的尖笑。地面陡然变黑，似乎成了泥泞的渊海，里面长出了一根扭曲着的血色藤蔓。它分成多节，每一节都有4颗尖牙，1只眼睛。这血色藤蔓疯狂往上滋长，一下就固定住了那水母样的虚影，贪婪的吸食起里面不真实的液体。虚影飞快崩溃，血色藤蔓又缩回了泥泞的渊海里。但有了这样的耽搁，无头的焦黑的史蒂夫却跑了起来，穿过空地奔向出口。他竟然还没有彻底死去，哪怕已经失去了脑袋。史蒂夫刚跑了几步，安静的空气里突然响起了一声脆响，啪！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戴同色半高礼帽的克莱恩侧对着他打了个响指，轰隆！史蒂夫脚下的泥土被狂暴的掀开了，赤红的火焰随之腾起。它蔓延往上，到了本身的最高点后又洋洋洒洒下落，就像一朵美丽的烟花。这样的烟花里，怨魂史蒂夫的身体彻底4分5裂了，焦黑的手、脚、内脏和血肉洒了一地，其中一节指头滚动着到了克莱恩的脚边，棕色的半透明的生物毒素瓶则落在了另一个方向。那些属于史蒂夫最后痕迹的残缺肉体蠕动了几下，终于变得平静。绽放的火光和这样的场景中，克莱恩只觉自己的灵性变得更加活泼，体内还不完全属于他的力量又在某种程度上贴近了一点。他遵循着这种感受，枪交左手，用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掌取下头顶的半高丝绸礼帽，按在胸口，面向沙伦微微鞠躬，行了一礼。沙伦蔚蓝的眼眸望了过来，他的视线越过了克莱恩，落到了后面还在厮杀的狼人泰尔和马里奇身上。沙伦的身影一下消失，狼人泰尔的眼睛里旋即映照出了他的样子。泰尔僵立在了那里，浑身黑毛根根竖起，他的双臂艰难抬了起来，按住了自己的脑袋。咔嚓，他用力一扭，眼睛随之看见了掩盖在破碎衣物下的脊椎。啪！泰尔再次一拧一扯，将自己的脑袋活生生拔了下来。整个过程里，他没有发出一声惨叫，没有说出一句话。他提着自己的脑袋，让鲜血不断往下滴落，
失去了头部的尸体依然直挺挺不倒。沙伦并未立刻离开狼人泰尔的身体，他似乎在尝试着什么。很快，泰尔的脑袋和身体里有一点点黑绿色的光芒吸了出来，并以其中一颗獠牙为核心，飞快凝聚在了一起。看来沙伦小姐有办法加速非凡特性的析出，前提应该是她附体目标，杀死了对方，完全掌控住了身体。克莱恩有所恍然的弯腰拾起了地上掉落的弹壳，一枚不少的将它们装入了铁质方盒内。他怕后续的调查者根据弹壳的特殊找到那位工匠，找到那位购买了野蛮人和贿赂者配方的女士，从而锁定智慧之眼的聚会，威胁到他本身的安全。至于弹头，早就如同符咒的材料，在圣光和火焰里献祭给了对应的神灵。放好左轮手枪，克莱恩刚要迈开步伐，沙伦就以夸张的速度出现在了生物毒素瓶旁边，让他自行漂浮了起来，落至掌心。克莱恩还未来得及闪过别的想法，那位脸色苍白的女士手腕一抖，将棕色的半透明的瓶子和一颗黑绿色的獠牙丢向了他。为了节约时间，帮我拾取战利品。克莱恩怔了一下，本能抽出一张纸，照向了那两件物品，没有直接接触。此时，他的视线里，沙伦繁复的黑色宫廷长裙失去了往日的整洁，在风中轻轻摇晃着，垂落的淡金头发则有几落贴在了脸颊侧面，使沙伦多了几分人的感觉。这生物毒素瓶是自带盖子的，就是不知道有什么负面效果。克莱恩低下头，审视起了自己的战利品，并用挂在旁边的黑色盖子重新密封住了生物毒素瓶，免得他继续祸害自己。至于那颗黑绿色的獠牙，正是狼人泰尔遗留的非凡特性。克莱恩一边将两件物品装入预备的小铁盒内，并用圣叶粉制造灵性之墙，封锁住了他们对周围的影响，一边用眼角余光看着沙伦的身影消失，史蒂夫残余的血肉蠕动，吸出了近乎透明的光点。同样，他还在警惕着马里奇，免得对方突然疯狂。这种警惕里，他发现活尸的愈合力确实惊人，刚才那一道道深刻见骨的伤痕，此时已基本闭合。马里奇也深深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起了什么，明白了什么。完成手中的事情后，克莱恩绕了十几步，先是拾起了被活尸和幽影挖出来的方形铁盒，接着找到了一根根人形蜡烛簇拥着的阿兹克铜哨和万能钥匙。他瞄了一眼，尴尬的发现自己也不敢捡。深红月冕的效果还在辐射着这片空地，这是他预设的最后也是最没有办法下的准备，为此专门抽空去了躺医院停尸房，测试那些尸体抢到阿兹克铜哨后会做什么，要做什么，于是有了相应的流程设计。可能停止深红月冕的影响吗？克莱恩转头望向重新浮现出来的沙伦，他的手里已多了一个半透明的人偶。沙伦没有说话，将另一只手中的深红月冕带到了胸前，那一圈绯色宝石迅速暗淡，满月的光辉消失在了这片废弃的空地上。克莱恩这才弯下腰，用指尖捏住圆环，提起了阿兹克铜哨和万能钥匙，然后将它们装入了那个有凹陷弹痕的方形铁盒，飞快做了密封。与此同时，马里奇也绕了一圈，处理了一下现场。沙伦设起了那顶小巧的黑色软帽，身影先是虚化消失，继而出现在了克莱恩的面前。秘密之书在你家的客房内，沙伦平静地说道。也就是说，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只要我能活着回去，就可以收获部分报酬，不至于白忙一场。克莱恩露出笑容，微微鞠躬道：感谢你的慷慨，官方非凡者随时可能赶到，我们该离开了。沙伦点了下头道：需要帮忙吗？不用。克莱恩轻笑了一声，我还有很多烟花没放。话音刚落，他已然抬手打了个响指，轰隆轰隆轰隆，剩余的炸弹一处处爆开，往上腾起了一束束火焰，它们簇拥着偏中央位置最大最醒目的那一朵，梦幻而亮丽。沙伦的目光本能被吸引了一秒，他在看过来时，克莱恩的身影已然不见，只有一束火光在缓缓消散。空地之外，往西北方向绕了个小圈子，不会正面碰上官方非凡者的道路上，一根根火柴相继被点燃，一道道火焰赤红着飞腾，又迅速消失。克莱恩的身影不断浮现在他们里面，跳跃着远离了西拜朗船坞。紧接着，他掏出一瓶特制的纯露，抹到脸上，用纸张轻轻一擦，就除去了所有的油彩。啪！克莱恩抖了下手腕，让那纸张烧成了灰烬，然后他捡起藏在附近的手杖，整理了下衣物，
就像普通人一样走到了街上。没过多久，克莱恩抵达了一座教堂，它的名字是杠杆教堂。因为很多信众并不富裕，周日也未必能休息，平常的白天更是忙碌不堪，所以各大教会的教堂会一直开到凌晨，让大部分信众有机会来祈祷和忏悔。克莱恩抬头望了一眼，用手里握着的黑色手杖点了点台阶，迈步走了进去。他打算在这里躲过接下来那一波对周围人群的排查。几分钟后，一支机械之星小队出现在了废弃仓库围成的空地上。他们来了足足5个人，各自带着不同的非凡武器，但却被离了一变般的景象弄得皱起了眉头。望了一阵，他们凝重地投入了寻找线索的工作。杠杆教堂内，因为还未满11点，这里的人并不算少，但没有一个说话，整个祈祷大厅安宁到神圣，让人不想打破这种静谧。克莱恩坐于第3排靠过道的椅子上，将黑色手杖靠向前方，取下了半高丝绸礼帽。身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的他两手交握，抵住下颌，闭上了眼睛，表情异常平静地面对着最前方的三角圣辉。第138章问答游戏。整整半个小时无人打扰的宁静后，克莱恩睁开双眼，慢悠悠起身。他拿上手杖，戴好帽子，离开教堂，于黑夜里乘坐出租马车往明斯克街返回。这个时候，周围区域的警戒和排查已不可避免的放松了，成为了煤气灯光芒下的那片阴影。刚过0点没多久，克莱恩掏出钥匙，打开自家房门，先行进入空着的几间客房寻找秘密之书。没费什么功夫，他直接就在1楼房间的衣柜内看到了那本由厚厚羊皮纸装订而成的古旧书籍。书的印刻封皮呈深黑色，上面用绯红的色调写着2行赫密斯语：秘密之书，卡拉曼。呼，克莱恩吐了口气，没急着翻阅，而是就在这个房间快速制造灵性之墙，举行起自己召唤自己响应自己的仪式，然后将阿兹克铜哨、万能钥匙、全黑之眼、非凡子弹、生物毒素瓶、狼人非凡特性秘密之书等物品连同容器一块丢到了灰雾之上，准备等造成的动静平息，再酌情决定取出哪些带在身上。做完这一切，他甚至没去研究狼人非凡特性和生物毒素瓶的具体情况，简单洗漱了一下就躺到了床上。这一是因为研究物品、翻阅书籍太浪费时间，在这个不算平静的夜晚很容易给处于现实世界的身体带来麻烦。二是克莱恩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目前的一个短板，那就是本身灵性增长的速度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非凡能力和神奇物品。只是这么激烈的战斗了一次，他现在就已灵性枯竭，脑袋疼痛，昏昏欲睡。对灵性造成负担最大的是纸人替身法，其次是通过胸针制造太阳圣水，但今晚没有使用。再次是召唤圣光和火焰跳跃。克莱恩打了个哈欠，借助冥想摆脱了那种太疲惫反而高度紧绷无法入睡的状态。不到10秒，他就进入了梦境，各种支离破碎的场景交替呈现。被废弃仓库围出来的空地上，机械之星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负责这起事件的人员已经由小队队长变成了执事级的强者。伊康瑟·伯纳德的鹤发始终乱糟糟的，倔强的往外伸展着，哪怕他戴了帽子，也无法掩盖这一点，以至于许多机械之星成员暗地里开玩笑说，这位执事恐怕在用炸弹理发。此时此刻，脸庞线条刚硬明朗的伊康瑟正拿着一面花纹古老的银镜，镜子的两侧各有一只眼睛般的装饰，它们以黑色的宝石为基底，看起来幽邃而迷人。伊康瑟环顾一圈道，虽然那些下水道里的老鼠是干扰占卜和通灵的专家，对现场做了有效的处理，但是这是神秘的超凡世界，没有什么办法是能保证100%成功的。说话间，他望向手里的银镜，用右掌抚了表面3次。停顿2秒，伊康瑟深深吸了口气，沉声道：尊敬的阿罗德斯，我的问题是，刚才发生在这个地方的事情，有哪些参与者？周围的黑暗忽然变得氤氲，银镜表面荡起了一道道水光，很快，银镜内浮现出了一幅画面。腾起的火光中，有一道漂浮在半空的人影，他穿着黑色双排扣长礼服，戴着半高丝绸礼帽，身形扭曲不定，脸庞模糊到难以看清，并且还涂着油彩。他的脚下，火蛇往上，将他吞没。随着水光一闪，画面改变，出现了一个着暗红披风的中年男子。他的手臂燃烧着璀璨的火焰，头部却藏在了黑暗里。一幕幕场景交替，
伊康瑟等人又看见了一位黑色宫廷长裙繁复、淡金头发凌乱披下的女子，但是她的脸庞却彻底透明，仿佛并不存在。这位女士的旁边是身体长满了黑毛的两个男子，是被一条条诡异手臂拉拽着的背影。最后，变化结束，定格在了一束束火焰呼啸腾空、烟花绚烂绽放、光明闪耀一方的画面上。这样梦幻的场景里，刚才那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的男子再次出现，他身体横向扭曲伸缩着，面向前方，用拿礼帽的手按住胸口，微微鞠躬，行了一礼。他的面容不仅有受到干扰般的极致模糊，还隐约表现出了油彩的色泽。伊康瑟正在询问队员们的看法，银镜之上突然出现了几行古弗萨克语单词。根据对等原则，轮到我发问了，如果你回答错误或者撒谎，你将遭受惩罚。惩罚这个单词赤红如血，仿佛还在滴着液体。伊康瑟脸部的表情先是扭曲了一下，旋即变得异常郑重。紧接着，银镜之上水光闪动，出现了一行新的单词。你的性取向是？伊康瑟一下呆住，只觉周围队员们的目光全部投了过来。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熟睡的克莱恩在准点的教堂钟声里醒了过来。按照以往的习惯，他会翻个身继续睡，一直到接近8点才起床，但这次他却直接坐起，审视四周，没被上门抄瓦斯计费器。他松了口气，顾不得洗漱，离床逆走4步，进入了灰雾之上。他要研究昨晚的收获。坐到属于愚者的位置，克莱恩先从简单的开始。他拿起了那枚黑绿色的獠牙，观察了几秒后，具现出纸笔，写下了占卜语句。它的作用，这并不表示能用占卜来代替实验。克莱恩仅仅因为自己既有实物，又从沙伦或马里奇那里知道了不少有关囚犯、疯子和狼人的信息，觉得前置足够，所以试着看一看能获得什么启示。默念之后，他迅速进入梦境，目睹了一幕幕场景。狼人泰尔的腹部出现了一道狰狞的伤口，肠子都流了出来，拖到了地上，但他只是用清水洗了洗，又把肠子塞了回去，并用手捏住了缝隙两侧。到了最后，那伤口竟然就这样愈合了。圆满的红月之下，他仰天长啸，体表长出了寸寸黑毛，嘴里獠牙分明。他挥舞手爪，吱嘎一声抓破了不算太薄的钢板。他狂奔于旷野之上，将身后全速追逐的一群灰狼甩得越来越远。他让那一位位眼睛木然但冷酷的侍者完全不害怕死亡般的冲向了敌人。他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器物杀人，包括炸弹，并在发怒失去理智的状态下变得更加强大。睁开眼睛，克莱恩大致明白了狼人的特点，并把握到了这份非凡特性的隐患在哪里。那就是狼人泰尔当时处于满月照耀下，欲望异常放纵，死后相应留下了较为强烈的精神烙印。用这份非凡特性调配魔药晋升的非凡者必须在初期抵抗住这种影响，否则将出现失控的征兆。不过，这负面影响还没达到封印物的程度，狼人遗留的非凡特性依然可以直接用作魔药主材料。还好，可惜活士杰森的非凡特性被那扇诡异大门给吞了，不知道那扇门通向哪里，有没有办法捡回来？克莱恩一阵遗憾一阵心疼的放下那颗黑绿色的獠牙，拿起了棕色的半透明的生物毒素瓶。他按照刚才的办法做起了梦境占卜，但这一次他并没有获得详细启示的信心，于是将占卜语句修改为了他的正面和负面效果灰蒙幽暗的梦境天地里，克莱恩再次看见了一幕幕惨烈的景象。有人倒在地上，抓挠着自己，抓下了皮肤和血肉，抓出了森森白骨。有人捂着脑袋，眼睛失去焦距，气息越来越虚弱。有人不断呕吐，吐到最后抽搐着死去。有人突然大笑，笑得喘不过气来。有人和对手激战之中，突然双双停止，望向对方，接着他们抱在了一起，亲在了一起。场景变化到了最后，半透明的棕色小瓶被放在了一个有水的杯子中，里面透明的液体逐渐变成琥珀色，并被人喝了下去。拿着生物毒素瓶的人先是虚弱，接着咳嗽，继而摸向额头，只觉触手滚烫，病情越来越重。梦境很快结束，克莱恩手指轻敲长桌边缘，颇为头疼的解读起那些启示。结合史蒂夫的话语，前面那些启示的意思是，生物毒素瓶的盖子被打开后，它会一直往外面弥漫毒性，至于对手会中哪中毒，纯粹随机，连持有者也无法控制。里面有的毒还真恶劣啊！
毒性的有效范围没法从启示里解读出来。将它泡在水里，提前喝下那琥珀色的液体，可以预防中毒，但要泡多少分钟啊呢？持有生物毒素瓶的人，即使不打开盖子，身体也会逐渐变差，慢慢染上疾病，慢慢变得严重。具体的时间分界线是多少啊？克莱恩揉了揉额角，打算有空在灰雾之上做实验来确认，但他不知道生物毒素瓶是否能于这里起效。比如，目前灵体状态的他根本不怕中毒。先这样吧，回头再仔细研究。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面前那本由羊皮纸装订而成的秘密之书，随手翻到了第1页。那是只有简单花纹的扉页，什么内容都没有。再次翻动，克莱恩终于看到了秘密之书的开头。我们崇拜的是月亮，不是黑夜女神。第139章，早餐。又是指崇拜月亮，不尊敬女神。克莱恩不由露出了思索的表情。他之前听说这种事情是在了解生命学派时，可没想到因为生老病死都在南大陆的巫王竟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第4纪末期的苍白年代后，狂暴海变得名副其实，南北大陆由此隔绝，不再有往来。而生命学派成型于第5纪早期，显然不可能在罗塞尔派人找出安全航道前发展到南大陆。巫王卡拉曼也属于早期，活跃的年代距离北大陆诸国入侵有1000多年。也就是说，分属南北大陆且无法沟通和交流的两个非凡势力，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选择崇拜月亮本身，忽略黑夜女神。这样的巧合让人不得不去考虑一下为什么？难道有新的神灵诞生，分走了月亮相关的权柄？但是作为一名神灵，他不该这么默默无闻。或者说，虽然女神抢走了月亮权柄，可原始月神的信徒却有所残存，从第4纪甚至第3纪一直传承了下来，并于南北大陆分隔后花开两支，一支巫王，一支生命学派。克莱恩大致做着猜测，却苦于没有对应的线索缩小范围。他暂时放弃思考，抓紧时间快速浏览起了秘密之书后面的内容。在序言部分，巫王卡拉曼非常直接地说，本书许多仪式、秘器、占星法和召唤术都源于原始的月亮崇拜，并详细描述了对应的尊名。独一无二的红月，生命与美丽的象征，所有灵性力量的母亲竟然有尊名，但又缺乏类似于黑夜女神、大地母神这种更通俗化的描述。如果真有这么一位隐秘的神灵，他的信徒之间必然会发展出更适合在口头赞颂的简约称呼，而不是以原始的月亮崇拜来代替。克莱恩察觉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依靠自己的神秘学知识做起了分析，而且用绯红之主来举行仪式，很明显会指向女神，但采用非常相似却更细化、更详细的尊名，则能绕过女神，指向他们的力量源泉，指向那所谓的原始月亮。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诡异存在。克莱恩有些好奇，又有些惊悚的想着，因为没那么多时间，后续的具体内容他只是飞快浏览了一遍，发现正如巫王卡拉曼自己述说的那样，许多秘器、许多仪式都指向着月亮。对克莱恩而言，这并不需要太在意，他不会照搬那些东西，招惹不知道是什么玩意的原始月亮。他想学习的是那些秘器和仪式的整体结构、设计思路和细节处理。只有把握住了蕴藏的规律，他才能弄出属于自己的指向黄黑之王的秘器、仪式、占星法和召唤术。也许到了很久以后，我会有自成一体的神秘学。克莱恩取下腕部的灵摆，最后确认了下秘密之书的真假。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没急着利用狼人的非凡特性占卜配方，反正也不会拿去卖。同样的道理，他打算缓一缓再研究生物毒素瓶的来历。他迅速返回现实世界，拉开了窗帘，入眼是未能照亮大地的太阳，他躲在云层和雾霾后面，显得有些惨白。阿 T！ 忽然，克莱恩伸手捂住嘴鼻，打了个喷嚏。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有些头疼脑热，不够精神，似乎是感冒了。作为一名序列期的非凡者，我竟然生病了。克莱恩抽出一张纸，哼出了鼻涕。他仔细回想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原因。生物毒素瓶的负面效果是让持有者逐渐虚弱，并发展到生病。如果携带的再久一点，甚至可能病死，而这不是靠灵性枷锁能够消除的。昨晚，克莱恩于大战之后，灵性近乎干涸，身体中毒颇为虚弱的情况下，还携带着生物毒素瓶在杠杆教堂躲了半个小时。再加上返回明斯克街花费的时间，
他可耻的生病了，还好不严重，不影响什么。克莱恩又啊啼了一声，收拾着去泡了个热水澡。洗漱完毕，他为了犒劳自己，专门煎了个蛋，煎得香气四溢。一本巫王的秘密之书，一件不会比太阳胸针差的神奇物品生物毒素瓶，以及一份序列期狼人遗留的非凡特性，这次赚的不少，就是没能拿到活尸的非凡特性，让人遗憾。克莱恩坐到餐桌旁，边吃边计算着收获。让他感觉心疼的还有一点，那就是用了足足11枚非凡子弹，每枚折合近10磅，也就是说，我烧了100磅的样子，名副其实的拿钱砸人。难怪大部分中低序列的非凡者都那么渴求金钱。克莱恩低头瞄了眼自己的早餐，他们加起来也才几个便士。用完早餐，克莱恩悠闲地看起报纸，时而打个喷嚏，用纸张擦一擦嘴鼻。8点的教堂钟声刚刚平息，他的门铃就已被人拉响。克莱恩不出意外地看见了《每日观察报》的记者麦克约瑟夫。这位有着漂亮蓝眼睛、2撇小胡子但皮肤相当粗糙的记者先生脱帽问候了一声，然后直入主题道：莫里亚蒂侦探，你有空闲接我的委托吗？虽然有点感冒，但这段时间正常接委托比较不受人怀疑。刚干了一票的克莱恩笑笑道：我轻微的生病了，不过这不影响我格斗和射击。麦克顿时露出笑容道：感谢你的帮助，我们这就出发吧。莫里亚蒂侦探，你用过早餐没有？我请你，作为雇主，我理应负责你今天的食物，请我享用早餐。克莱恩怔了一下道：我刚吃完，不过我建议你到东区再用早餐，这样你能看到很多事情。到时候给我一杯咖啡就行了。没问题。麦克指了指外面，我雇佣的马车在等待。克莱恩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先生，你最好穿得更差一点，否则我的工作将非常忙碌。麦克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哪质大衣，有所明悟的说道：这太引人注目了。在东区是这样。克莱恩指了指里面道：我有一些专门准备的衣物。我们的身材差不多。麦克忍不住赞叹了一声：你果然专业犯罪吗？克莱恩腹诽了一句。改换装束变成普通工人后，两人上了马车，前往东区边缘。啊嚏！克莱恩又抽出纸张擦了擦嘴鼻，并哼了些鼻涕。因为附近没有垃圾桶，他将纸张折好，重新放入了衣兜。这间咖啡馆的食物还可以，当然这是相对东区居民而言的。克莱恩指着街道拐角处略显油腻的咖啡馆道：他偶尔住在附近的一居室房间时，来这里吃过几次早餐，看来他已经算是这里比较好的餐馆了。麦克不认为那是咖啡馆。此时已9点多，咖啡馆里的客人很少，东区的居民往往7点多就用完早餐，开始工作或寻找工作。陪着麦克点了土豆炖牛肉、面包、咖啡等食物后，克莱恩环顾一圈，寻找着靠窗的位置。这时他看见了魏熟人，就是他之前假装记者救济过的那个中老年男子。最早就是他带我到这里的，他怎么现在才用早餐？克莱恩思绪一转，对麦克道：你有采访对象了。他边说边端着咖啡杯走向了那个流浪汉。对方依然穿着之前那件厚夹克，有点斑白的头发显得较为油腻，胡须相当明显，但眉眼之间却没有了上次那种困顿感，脸色也不再那么清白吓人。上午好，我们又见面了。克莱恩坐到对面，打了声招呼，并发现对方的早餐是黑面包配一便士1大杯的廉价茶水。那个中老年男子抬起脑袋，仔细看了一眼，惊喜的开口道：记者先生，是你？克莱恩干笑2声，指着旁边的麦克道：这是我的同事，他想就我之前的采访做更深入的调查。麦克是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记者，闻言没有多说，只微笑颔首，打了声招呼。至于莫里亚蒂侦探假扮记者的事情，他又不是今天才知道，对方可是向他借过假记者证的。原来你真的是记者？那位中老年男子愕然脱口道：不过这不妨碍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心的人。克莱恩笑笑反问道：最近过得怎么样？那中老年男子喝了口茶水道：有了你的帮助，我终于好好睡了一觉，吃饱了肚子，不再那么虚弱。我最初想找原本那种工作，就是制鞋，可他们并不要我，说我的手抖了。他低头笑了一声，跳过了这段。后来我去了码头，找到了些工作，很累，但至少有钱赚。我已经在别人家里租了个地铺，每周只用6.5个便士，当然只能睡晚上。在码头工作就是这样。我今天很早就去，什么也没吃，在那里举着手，大声的喊着自己的名字和管事的名字，但还是没能被挑中。
只好回到这里。还好，下午还有机会。上午那些人也许得忙碌到很迟，不会和我们争。克莱恩静静听着，时而喝口劣质咖啡，麦克则拿出纸笔，快速做起了记录。第140章，今时不同往日。最后，那位两鬓斑白的中老年男子喝了口茶水，笑着叹息道：“其实这已经比我之前好很多了，比这里很多人好。比如，他指了指窗外缩在角落里的流浪汉们。”克莱恩和麦克跟随望去，看见一个可以避风的肮脏地方躺了一地的蜷缩着的流浪汉，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小。在这寒冷的深秋里，他们未必还能再次醒来。这时，克莱恩注意到街边站了位60来岁的老太太，她衣裙陈旧破烂，但却相对整洁，头发也理得一丝不苟。这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脸上有着流浪汉常见的困顿，可依然坚持着没去和那堆人挤在一起，而是漫步于路边，时不时麻木的深深的看向咖啡馆内。这也是个可怜人。吃下剩余黑面包的前流浪汉也发现了那位老太太，出声感叹了几句。她以前据说过得还不错，丈夫是个粮食商人，有个很精神的孩子，可惜后来破产了，丈夫和孩子没过多久也死了。她和我们不一样，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哎，她应该支撑不了多久了，除非每次都能进济贫院。听着听着，麦克的表情从沉静变为了沉郁，他缓缓吐了口气道：“我想找他做个采访，你可以替我邀请他吗？他可以在这里随意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对于这个要求，那位中老年男子并不觉得奇怪，只是分别看了克莱恩和麦克一眼，仿佛在说：“你们果然是同事。好的，我想他肯定很乐意。”他喝了口茶水，起身走出了油腻腻的咖啡馆。没过多久，那位衣裙陈旧但整齐的老太太跟随他走了进来，清白的脸色在咖啡馆的温暖融化下稍微淡化了一些。她不断颤抖着，似乎要将体内的寒意一点点散发出去，并汲取咖啡馆内相对较高的温度。就算坐到了椅子上，她也额外用了足足1分多钟才真正缓和。你随意点些什么？这是采访的报酬。克莱恩替麦克说了一句。在麦克点头后，老太太矜持地点了吐司、劣质奶油和咖啡，然后笑了笑道：“我听说太久没得到食物的时候，不能吃油腻的东西，很客气，很自制啊，一点也不像流浪者。”克莱恩无声感叹了一句。在食物送过来前，麦克随意问道：“你能聊聊你是怎么成为流浪者的吗？”老太太露出回忆的神情，苦涩笑道：“我的丈夫是位粮食商人，主要是从国内农夫那里收购各种粮食。自从谷物法案被废除，我们就迅速破产了。他本身年纪已经不小，被这件事情击倒，身体迅速垮掉，没多久就死了。我的孩子，他是个出色的年轻人，一直跟着他的父亲做生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于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跳进了塔索克河。他第一次自杀没有成功，被送上了治安法庭。警察和法官们都很不耐烦，觉得他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你要自杀，就请安静的成功的自杀，不要麻烦到我们。他们大概想这么说，但又觉得太直接。我的孩子被关进了监狱，没多久，他第2次自杀成功了。老太太说得很平静，就像那不是自己遭遇过的事情。可不知为什么，克莱恩却感受到了强烈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他忽然想起了上辈子听说过的这句话，在这个世界，自杀不仅是各大教会禁止的行为，而且还属于法律惩处的对象。至于原因，克莱恩很清楚是什么。首先，自杀者很多选择投河，在没被人及时发现的情况下，有一定概率变成水鬼。其次，自杀者的情绪往往很不对，这种状态下，终结自己的生命形同献祭，有可能会与某些诡异的可怕的存在产生共鸣，于是他们死后的身体或者周围的某些物品会带上奇特的诅咒，危害到他人。廷根是查尼斯门后的厄运布偶，很可能就是这么来的。所以7大正神教会都从自身教义出发，禁止信徒自杀，王室也推动了相应的立法。当然，这在克莱恩看来有些可笑，一个想自杀的人还会怕法律怕惩处。麦克刷刷记录着，正在说些什么，咖啡馆的老板却已经将食物端了过来。你先填饱肚子，我们等下再聊。麦克指了指吐司。好的，老太太小口小口的吃着食物，显得很有教养。她点的并不多，很快就吃完了。恋恋不舍地喝下最后一口咖啡后，他揉了揉额角，恳求道：“能让我先睡一会儿再聊吗？外面太冷了。”没有问题，麦克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老太太感激的说了好几声谢谢，坐在椅子上，就那样蜷缩着睡了过去。麦克望向旁边那位中老年男子道：“你对这里好像很熟悉，我想请你做我们的向导，一天3苏勒怎么样？”不好意思，忘记问你的姓名了。那位中老年男子连忙摇头道：“不，这太多了，我在码头，很多时候一天只有1苏勒的收入，你们叫我老科勒就行了。那一天2苏勒，这是你应得的。”麦克一锤定音。克莱恩见识完这场奇怪的讨价还价，用纸张哼了些鼻涕，打算续杯咖啡，可突然却察觉到不对，扭头望向了蜷缩在椅子上睡觉的老太太。他因喝了咖啡，红润了不少的脸庞又一次变得清白，气场颜色和情绪颜色已然消失。克莱恩站了起来，下意识伸手探了探老太太的鼻息，在麦克和科勒诧异的眼神里，他沉重说道：“他死了。”麦克张了张嘴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科勒则在胸口点了3下，苦涩笑道：“我就知道他撑不了多久，在东区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至少他填饱了肚子，在温暖的地方死去，希望，呵呵，希望我将来也能这样。”克莱恩沉默了片刻道：“科勒，你去找警察过来。”好的。科勒再次于胸口点了3下，跑出了咖啡馆。老板望了这边一眼，并未过来，似乎这不是什么太需要在意的事情。过了一阵，一个穿着黑白格制服，提着短棍，别着手枪的警察进入了咖啡馆。他看了看死去的老太太，稍微问了麦克和克莱恩2句，就摆了摆手道：“没事了，你们等我找人来把尸体收走就可以离开了。”就这样。麦克愕然出声，他对东区明显不太熟悉。那名警察喝了一声：“这种事情东区每天都有好多起。”他眼珠一转，望向克莱恩和麦克：“你们不像是这里的人啊，叫什么？什么身份？”麦克拿出了记者证，克莱恩则说自己是保护他的私家侦探。那警察顿时板起了脸孔，看着克莱恩道：“我怀疑你非法持枪，我要搜查你的随身物品，请你配合，否则将视为拒捕。”麦克一下变得忧虑，因为他知道私家侦探普遍非法持枪。克莱恩面无表情地摊了下手道：“好的。”他任由着那位警察搜身，但对方什么都没有发现。等到老太太的尸体被送走，失望的警察随之离开，麦克握起拳头捶了下桌子。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了这里，他却只想着查非法持枪。说到这里，麦克侧头望向克莱恩，疑惑道：“你没带枪？”克莱恩摇了摇头，从桌子底下抽出了枪带和左轮，平静说道：“作为一名侦探，我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作为一名魔术师，他能把手枪摆到对方眼前，却让对方发现不了。而且，由于没去买普通子弹，非凡子弹又暂时被丢到了灰雾之上。他的左轮目前是空的，不过这不妨碍他用手枪射击，只需要在扣动扳机的时候，用嘴巴模拟一声砰就行了。”见状，旁边的老科勒低语了一句：“原来你是侦探。”克莱恩指了指麦克，随口解释道：“我上次也是受这位先生的委托。”麦克坐在那里，没有反驳，沉默片刻后道：“我虽然也调查过黑帮，见识过一些妓女的悲惨生活，但对东区的情况并不了解。你们帮我看一看，这份调查采访计划有没有问题？”他边说边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拿出了几张纸，展开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克莱恩瞄了一眼道：“对不同年龄层次的东区居民的采访，这太麻烦了。我觉得可以按照地点来划分，较好的公寓，5、6个人挤一个房间的公寓，街道避风的角落，公园的长条凳，以及酒吧、济贫院。另外，可以分上班时间和休息时间。”麦克认真听完，点了点头：“不错的思路。科勒，你的看法呢？”老科勒捏了捏鼻子道：“我不认识单词，不过我觉得侦探先生说的没问题。”麦克想了想，修改起了计划，然后说道：“那我们先去附近的公寓，随意挑一栋。